嗨，你好，我是能杰，这是 BFN 财经制作的自由时事。今天呢，这一集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雪州新古毛补选。那么，其实这个新古毛州议席的补选，可以算得上是最近讨论度最高的政治话题之一啊。那么，在4月27号提名日之后呢，14天的竞选期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各党派展开激烈的竞选活动。政治大咖都纷纷来到了新古毛来竞选啊，这个规格很像不输全国大选啊。那投票日是落在5月11号，那么这次新古毛呢，很明显的是迎来了四角战，除了西盟对垒国盟之外呢，还有另外有这个人民党还有独立人士来参战。那么这个行动党就宣布尼可敏的新闻秘书彭晓桃来成为西盟的候选人，同时国盟也宣布土团党的地方领袖，也就是凯鲁阿扎里来上阵啊。那么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非穆斯林对于团结政府很像是沉浸在一个比较失望的情绪当中，在这样子的情绪里头，团结政府是否有机会来捍卫新古毛的州议席呢？那么国盟似乎是在这一次的这个补选当中是有一些机会的啊。那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看待这一次新古毛的这一次的补选？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戴子豪律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对新古毛补选的一些看法。子豪律师你好。你好，你好。那其实这次这个新古毛，它可以算得上是这个混合选区哦。那包括了我们看到了说，马来选民是大概是占了50%左右，是49.3%，华裔选民是30.6%。那其他印裔是占了17.9%。那你觉得其实这一次民主行动党哦，在目前现在一个政局的气氛底下，你觉得他是否能够成功的守土呢？您的看法是什么？在今天而言的话，还是有胜出的机会，但是一日不比一日，风向都是往国盟吹。然后他吹的方式呢，不是直接选民倒戈，从本来支持行动党到支持这个土团党，而是有些行动党之前支持者呢，就这一次可能不出来去投票。所以现在虽然民主行动党还是占据上风，但是一日不比一日，而且上上下下，所以现在是55-45的情况。是，子豪律师，你说这个行动党它的这个支持度是一日不比一日，可不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究竟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呢？是因为他选错人上阵吗？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呢？选错还是选对人上阵的，不由评论员来说哈，是由选民来说。所以呢，我想用新古毛选民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3件事哈，第一就是刚才你所说的那个人民普遍上对团结政府的失望啊。然后这个失望呢，等下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论述啊。第二点呢是新古毛特有的情况，新古毛选民华裔占了30%多。这30%多，在上一次2023年的州选呢，有90%以上的是支持这个民主行动党的。这一个30%的华裔当中呢，有一部分呢是非常 hardcore， 也就是非常强烈支持行动党的党员、基层党员。对于这些基层党员来说，前任州议员默默耕耘了很多年了之后，忽然间一个天兵就把他给取代了，他们是有一些不踏实的感觉，所以这一些人可能他不会去投给国盟，他也不会帮国盟站台，可能呢就会少掉了一小部分。第二就是虽然整体来上呢，马来西亚半岛啊对马华工会呢是支持率是偏低的，但是在新古毛呢还是有一批马华的党员。这一些马华的党员呢，上一次没有出来投票，在2023年呢，很多都不出来投票。但是这一次，不只是不出来投票，他们对民主行动党的那个秘书长呢，在之前和凯里的那个 interview 啊，对马华的这一番攻击呢，是怀有这个厌恶之心的。所以呢，他们不但不会不会出来投票，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倒戈的情况。上一次2023年他们不出来投，这次可能这一小部分，可能数百人，可能会出来投给国盟。我说这个是预测而已啊，这里实际上有没有发生的，就看当时的情况。第三，就是因为这一次它不是一个州选或者是
大选，所以有很多年轻的华裔选民呢，如果不在新古毛居住，在新加坡也好，槟城也好，甚至离开1个小时15分的吉隆坡也好呢，就觉得回去投票没有意思。所以这3点呢，是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风向在往国盟吹。同时，虽然行动党的票源在减少，同时国盟的那在增加。我们有这个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课题，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课题不是说西蒙政府或者是团结政府做的不好，而是做的不够好。马来人有这一个想法。第二点就是最近发生的种族课题蛮多，从一开始马来同胞呢对这个团结政府的不满意呢，我是针对种族之间的关系，包括这个肉骨茶事件，包括这个袜子事件，包括这个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个种种的和宗教和种族有关系的事情，就造就了很多马来人会出来投下心中的这一个反对票。所以在这两者同时进行的情况下呢，是一日不如一日的。所以呢，可能到了这个投票日当天，5月11号当天的时候呢，这个我刚才说55对45就倒转过来了，就变成另外国盟占据55，行动党占据45了。是，那其实子豪律师啊，你会觉得说现在这种的不满的这个情绪，它会不会真的去影响到选情？因为其实我们也听到另外有不同的论述，就是说，不管是安华的处理消极，或者是缓慢，或者是团结政府大家对他满意不满意啊？但是华人是非常务实的，华人选民是非常务实的，在关键的时刻呢，还是会选择投票给西蒙啊。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论述拿来放在这一次的这个补选当中，你觉得它是成立的吗？成立，完全成立，这个论述是完全成立。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少数对行动党有不满的马华党员以外呢，华裔选民这30%多的华裔选民，要么他就不出来投票，要么他出来投票，他只会支持团结政府。有一部分的分析员呢都会关注一件事情，这一次的补选，它不是一个华裔和马来选民的民调因为马来选民的去向非常明确，就是国盟；华人选民的意向非常明确，就是西蒙。现在差的就是那19%的印裔选民。所以印裔同胞呢，在马来西亚222个国会选区，甚至是505个州选区，都没有一个席位呢是超过50%的。但是在现在今天这个情况呢，印裔选民的动向呢，才是真正的造访者姿态。所以有2种造访者，第一是印裔选民，第二呢就是愿不愿意出来投票的选民。既然你都知道了，马来人出来投票会投土团党，华人出来投票会投行动党，就是现在搏的不是你投给谁，而是你出不出来投票。所以呢，这个其他分析员的论述，关于华人会不会还是鼎力支持呢？他肯定会支持行动党，而且是90%以上。他其中一个论述就够了，就是其实只有一个竞选口号，这个竞选口号就是难道你要让国盟胜出吗？就一个竞选口号而已。行动党他不需要，他以前攻击国政的时候攻击马华的时候呢，提到的任何一个攻击点呢，今天一个都不成立。他和巫统合作，巫统腾流合污，巫统是种族主义的，现在行动党和巫统合作。他说马华和巫统吃了人民的钱，贪了人民的财。而巫统现在是和谁合作？承认统考，制度化拨款，废除固打制，平均分配资源。他任何攻击马华的一个他都做不了。他就是因为有一个课题在牵制住华社，是我干不了，我不说你不说。包括昨天的那个老五发生的这个榴莲园的事情有榴莲园主呢被警察捉了，然后有行动党的议员出来捍卫，你向谁捍卫啊？警方是西蒙政府的部长所管然后这个森林局也是西蒙政府的中央政府所管，然后州政府也是团结政府。但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你要把谁扣上这个 Zalim 或者是恶霸政府的这个帽子呢？所以在这一些前提下，只有一个竞选口号呢，可以把行动党的所
所有达不到标的论述呢，一概而论的撇在一边，就是难道你要国盟执政？难道你要国盟胜出？难道你要雪兰莪变成吉兰丹的这一句论述，一概而论。所以现在马华不助选的时候呢，很多行动党的支持者呢就把马华标榜成然后你们是不是在亲国盟？不如你退出国政去加入国盟。总而言之，就是好像2022年大选时期，大家说一票凯里就是一票扎西这样子，他都不需要跟你论述什么东西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扎西是一个大坏蛋，是一个盗贼什么之类的。你一票国政，一票魏家祥，一票马华，就是一票扎西。今天也是同样的情况，你不出来投票，就是你支持伊斯兰党；你不出来支持彭小桃，就是等于你要把雪兰莪变成吉兰丹的这一种论述。这种论述在华社群中还是非常吃香的。它就像是一个紧箍咒一样子啊，就是紧紧的箍住了这个华裔选民，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难解的紧箍咒啊。那要解这样子的紧箍咒，是不是让这个马华跟民主行动党来合作就有解呢？其实，我想请教子豪律师啊，马华跟民主行动党是不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合作呢？因为你刚刚也提到嘛，就是这个陆兆福在 KJ 的节目当中，他说出了这个不喜欢马华的言论啊，那似乎双方唇枪舌战，也没有想要缓和的意思啊。那这个行动党的态度也是表示说不是很在乎马华是否有出来助选啊。那在这种所谓的大局论之下啊，行动党他是完全没有办法摆低姿态来跟马华来请他来助选的。你觉得其实他们未来是有合作的可能性吗？这个合作的可能性要完全是由行动党来主导，马华没有主导权，马华也没有讨论权。为什么？现在我们说三国的时候有刘备、有曹操和孙权，我们就暂定行动党是刘备马华是孙权然后国盟是曹操啦，就暂时这样子暂定。你只有一座城池，然后你这一座城池呢只有一个主。然后这一个城池，谁入主这个城池，就有资源和曹操对抗我说刘备啊，你有荆州，举个例子，你要把多少城池让出来给孙权来一起合作对抗曹操？你既不要让出半座城池，然后你又要孙权呢，你把孙权给打下了，孙权可能就剩下那么一小块的那个茅庐而已，然后你又要孙权跟你合作打曹操，他完全不是对等的一个合作模式，除非你把城池让出来。2023年马华有通过国政和这个西蒙讨论要打多少议席，但是西蒙是一个不让他情愿让给巫统，他都不让议席给这个马华，所以怎么去谈合作？你要你的敌人和你一起合作抗衡另外一个敌人的时候呢，你一点诚意都没有。当然华社会说现在谁看马华？没有人看马华，没有人理马华，马华出来我们也不投给他，然而是这样子吗？大家回想2023年的时候如果行动党不上阵，反而是马华上阵某个华人议席的话，你觉得华人会投给这个民政党呢，还是马华？如果是马华对垒国盟的话呢？答案显而易见。所以要合作的话呢，很简单，主导权在行动党，你要让出多少个议席给马华？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刚才我所提到的，我重新再简单论述一下行动党今天的领袖呢是没有多少提到这些东西，我必须给他们一个公正的一个说法。但是还是有一些今天的领袖跟以前的领袖，再加上行动党自动自发的支持者，他们不是党员，他们只是一个支持者，普通的人民给马华冠上了这个汉奸走狗啦等等。汉奸走狗卖华这些东西呢，都是围绕着那几个课题啦。第一呢，就是巫统的贪污和腐败，就是巫统的种族主义，然后马华就当巫统的狗，所以就是走狗。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华教课题，好像承认统考、制度化拨款、增建华校、师资问题，还有这个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包括奖学金之类的。然后马华被指控呢是没有帮助到这个华教的发展事业所以呢这就是卖华，出卖华社。所以把走狗跟卖华加在一起，马华就是汉奸。那今天行动党执政呢，你在国会有40多位议席，5个部长，你算是最辉煌的时候了。你执政的时候，你自己指控马华和巫统洪流合污，你自己又和巫统在一起，当然为大局而想。你说
马华不承认统考，还要送这个轮椅给他走完最后一里路，然后你自己又没有承认统考，连法德丽娜也教育部长也说，在这个教育法令之下没有承认统考之说，你没有制度化拨款。当然行动党很多领袖说，哦，马华你虽然有给华教拨款哦，你在国政的时候，但是你没制度化，我们要制度化，今天没有制度化拨款，没有一个定期每年会拨出多少钱，然后怎么分配什么，就是每年的财政预算案，今年财政预算案2023年的时候给2024年的财政预算案，连华校这个字都没有提到。以前还有说什么5000万，这个特别额外拨款，到现在拨款都是靠着那个公益基金啊，马来西亚很多华商联合起来的，在给这个拨款。所以行动党对马华做出这么多指控，然后加上其支持者还冠上为马华冠上汉奸走狗什么之名，然后今天的行动党反而重蹈覆辙，成为马华2.0的同时，你向巫统道歉，你向沙老叶道歉，你竟然没向马华道歉。当然，行动党的支持者可以意气愤说，马华已经执政60多年什么之类的。当然，这个说法在原则上是说不通的，只是在大局之下呢，难道你要国盟执政吗？才说得通。所以在没有让出一些议席的前提，再加上没有道歉的前提，谈何合作？但是我还是要补充一句哦，能杰，我还是要补充一句，今天的华裔选民还真不看马华。你说今天我刚才说的这些论述的话呢，很多人会说，哎，戴律师啊，你是不是在辩马华？说没，我在把事实和原则阐述一下。我没有说要帮任何人说话，当然我行动党也有很多私交，我马华也有很多私交，但是我今天是以一个平等的论述来讨论这个课题。了解，好，我们了解了这个马华跟这个民主行动党的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之后呢，现在子豪律师接下来这一题呢，也算是你的专业了，因为你对于这个马来社群跟马来选民呢，是真的是观察已久啊。那你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穆斯林选民呢，对于现在的这一次在新古毛的选情，他们是怎么样子看待的啊？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推派出来这个候选人呢，也不是上一届已经有耕耘的这个民政党，而是派出这个土团党的地方领袖哦，凯鲁阿扎里。那其实凯鲁阿扎里这个候选人，对于马来选民来说呢，他们对他的观感是什么？2008年的华裔选民动向就是今天的马来人的选民动向。我每次说，如果要了解马来人，就看以前华人是怎么做，从习俗、从心态什么东西。今天的华人是明天的马来人，所以2008年的时候，很多华人在投票的时候是不看人的。今天的马来人投票也不看人的，就是选党不选人的。他选党不选人到什么程度？你在2023年州选和2022年大选的时候，有很多新手上阵，土团党、伊斯兰党新手上阵都勇挫哈，都挫败了之前的这个坐拥山庄的这些前朝议员啊。江沙是国政堡垒区，就一个伊斯兰党的，江沙跟萧山就一下子伊斯兰党的就烧下了，吉打州烧完。整个州，也就是除了3个州议席以外，通通都给国盟烧完。登嘉楼州亦是如此。然后这个森美兰州破鸡蛋有5议席，雪兰莪州明明是一开始在2008之前是国政堡垒区，后来2008之后是西蒙堡垒区，在2023年大选2/5的议席给国盟夺下了。所以呢，马来人的支持者呢，其实已经是属于看党不看人的一个情况了。如果你问他凯鲁是谁，他可能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不管 ，I don't care。就好像你华人到了这个选投票的站的时候，哎，你投哪一个候选人？我不知道这个候选人是谁，但是我只要看到火箭我就投给他，我看到三角形西门我就投给他。马来人已经是这一个情况了。所以呢，有10%左右全国性和10%到15%左右的马来同胞呢会支持这个西蒙，剩下的呢，我看可能如果一些马来同胞在他的选区有受过国政巫统的恩惠的话，多多少少他会支持这个巫统，剩下的都是国盟。但是在新古毛的情况不一样，新古毛的情况呢，很多巫统的党员呢还是有会被纳吉的情况所牵制住。也就是说，巫统让他们觉得自豪的一点呢，不是现代的政府，
也不是阿莫扎西以及其领导层，让巫统还有那么一丁点自豪的呢是纳吉，然后纳吉的情况让他们很不满。就拿新古毛来说呢，有3万多选民哈，可能这些支持者只有1000人不到，2000人不到。上一届大选这些纳吉的支持者，州选对不起呢，可能是属于不出来投票的那一种，所以新古毛才有这个李继湘的胜出。但是如果这1000到1500人能出来投给国盟的话呢，风向就倒了，然后这个几率很高。了解，那么当然现在呢，我们也看到说民主行动党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在嘲讽说，这个民政党他们有推出候选人，但是好像完全没有被国盟的领导层所采纳。那他们就觉得说，他们的论述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民政党呢，是在国盟里面是没有地位的啊。那不晓得子豪律师，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论述有什么样的看法吗？国盟呢，其实非巫裔必榜啊，非穆斯林必榜的不只是民政党哦，它还有这一个土团党非马来人支持者俱乐部，然后它有伊斯兰党支持者俱乐部。所以民政党虽然上一届上阵的这一位候选人是属于雪兰莪州民政党的主席，也是我的私交Mr. Henry Gunn， 我跟他蛮不错的，但是这也恰恰证明了民政党在国盟之间，就国盟成员党之间的地位。第一，本来是民政党的选区；第二，伊斯兰党也曾经出来为民政党背书，也就是伊斯兰党代表说，我们伊斯兰党可能不上，我们会支持民政党，但是还是由土团党来上。这除了是因为民政党在国盟的地位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瞩目的点呢，就是每一次国政巫统跟马华在讨论一些事情，就是说这是马来选区，你华人在来乱什么？你华人政党应该让出马来选区，就造就了2013年的让出了这个王萨玛就关丹和这个格朗巴大的议席，但是还是3党结束。所以这一次可能也是重蹈覆辙的，就是我每一次上一次放行动民政党输了，这一次放马来人试试看吧，反正现在吹的风是种族之风。如果这样子的说法的话，那就还真不关民政党的事，是整体策略的事情。所以我比较偏向看第二类型，为什么？因为这一个新古毛补选呢，他要的是士气，而不是执政权。即使国盟胜出了，他也不能执政，他要的是为下一届大选垫出这个士气，所以他需要赢。然后需要赢的时候呢，其实民政党上或者是这个土团党上还真没什么差别。但是对于马来选民来说，如果是放了一个马来选民，他就看到了国盟亲马来人的这个意图呢，会更加深刻，所以会更加提高为下一次大选准备的士气。了解，其实子豪律师你说到士气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趣哦，因为我们发现说呢，这一次呢，真的是各政党大咖都做，特别是民主行动党，我们看到了，包括像陆兆福啦、倪可敏啦等等这些大咖，还有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一次补选当中，背后张念群他是主要的，很像是一个军师嘛在背后一直不断的在做发言这样子，反而这个候选人出来发言的似乎就没有这么多但是无论如何，我最想要问的就是子豪律师，你说到士气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或者是一个大型民调的这样子的一个补选那也有人说，要借着这一次的补选来教训一下执政党不管是西蒙也好，或者是民主行动党都好那你觉得如果啦我们假设性的来看说，如果西蒙如果他落败的话，你觉得他们会因为这一次的落败而有任何的检讨吗？就是对于他们的方向论述或者是做法跟执政，你觉得他们会因为这一次的落败而检讨吗？首先呢，我们必须要先想更深一层的课题，才能分析这件事情它是怎么落败的。有些情况落败呢是没什么好检讨的，有些情况落败呢就必须要检讨。如果100%的马来选民出来，100%的华人选民出来，100%的印度选民出来，然后就微票之差落败的话呢，那你要关注的就是印度选民了。但是如果是100%的马来选民出来，只有50%的华裔跟印裔选民出来，那么你要检讨的东西是为什么他们不出来？
但是如果大家都出来了，然后你放下风向一转，华裔和异议选民通通去支持国盟了啊，那个要检讨的方向是整个国家的、整个执政当局的政策思维是。他们会检讨，但是也干不了一些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非常清楚，如果行动党落败，如果行动党胜出的话呢，那大家也非常清楚，这个不是以分析员的方式来做一个模棱两可的情况，这是以双面的分析。我也没有做出什么预测啊，我不要说他会赢他会输这一方面哈。行动党赢的话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难道你要国盟执政吗？但是如果行动党输的话呢，第一点呢，可能就是你们没有照顾印裔社群，印裔社群都是和马来社群一样需要政府的关注的，你关注点不够。第二需要检讨的事情呢，就是你曾经攻击马华的事情，你曾经攻击国政的，包括你允许你允诺的所有事情。刚才我简单的提到了对华社的允诺，对马来社群你也有允诺啊，降低油价，废除高教代学金啊 ，BTBTN， 这你没有在2018年的时候和2022年的时候说蛮受干 BTBTN， 但是你在2013到2018用这个来攻击国政了很多年。你答应人民过上好日子，你答应 SSD 取代 GST 的时候呢，生活成本呢会降低，这不降反升，你一个都没有成立，你一个都没有应诺你自己的承诺。所以呢，在这一个方面呢，你能如何检讨？你都已经知道问题所在了，那就是你 over promise， 你答应太多事情。也就是说，你如果输的话呢，你要检讨的东西的话呢，那就是退回当反对党，因为当了反对党，允诺承诺人民无需本钱，但是要还债务的时候，你答应的事情要还的时候呢，那个才是你问题所在。所以你即使你检讨，你也检讨不出什么东西，因为本身你能胜出都是一个大问题。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子豪律师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析关于这个新古毛的补选啊。那么就像刚刚子豪律师所说的，那从现在开始呢，因为我们今天录音的这个时候是5月2号，那么距离投票日呢，大概还有1个多星期的时间哦。那这1个多星期究竟这个风向会往哪里吹？那华裔选民到底会不会出来投票？等等，这些都是左右着这一次新古毛股选的这个最后的成绩啊。那我们就继续的往下来观察。再次谢谢子豪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不晓得你对于这次新古毛的补选，你自己的看法又是如何呢？你觉得到底是哪一个阵营比较有机会可以胜出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正在 YouTube 收看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